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广东非常好吃的广东名菜。这道菜叫做盐焗鸡，也是客家好朋友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这道菜有2个由来，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、姜、葱。那有钱人的传闻是这么说的：广东惠州地区的客家人有一个是盐商，也就是非常有钱的人啊。他们常常宴请宾客，宴请宾客大家都知道，有钱人一定要准备菜肴让宾客吃饱了，还会有剩下来，绝对不能吃不够，所以准备的鸡都多了很多。可是厨师一想，客人走了，这些鸡要丢掉，要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主人起来存在哪里，就把它存在他们家最多的盐里面，摆在里面保温。这就是第一个盐焗鸡的由来。第二个是整个客家好朋友在整个历史当中，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上逃难和迁徙。在逃难和迁徙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办法带着活鸡活鸭一起。第一个它会有叫声，那这样子敌人听到以后就会跟过来，所以只好把这些活鸡活鸭杀了之后，用盐将其腌起来，将其背起来，到了某些地方安营扎寨之后，就点火或者是用锅子把其蒸熟来吃。没想到这样子的做法还真的特别好吃，所以这道菜就一直这样流传下来。以前叫做客家咸鸡、客家咸鸭，它到了现在调味改变一下就变成了现在非常著名的盐焗鸡、盐焗鸭了。现在这个盐焗鸡啊，还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道名菜哦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那目前呢，我们需要自制一个盐焗粉。其实呢，盐焗粉大家在市面上会比较少看到，但是如果你在虾皮啊、网络上打一个盐焗粉，很容易买。它在网上买的可能就是一次有6包，然后小小包的。那我们呢，今天是有自己打好的。那你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去买的话，那可以自己打。这个盐焗粉呢，最主要用到的是这个三赖它也是沙姜，它的味道香气其实是很特别的。然后我们加一些黄栀子，这个栀子一般是染色用的，它就是黄黄的，颜色很漂亮，它是一个天然的染色剂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1颗八角，接着再加入2片的甘草片，那我们就将其打成粉。那这个粉已经磨细了，那我们就先将其倒出来。那我们在粉里面呢加入一些盐，但是我呢都是有稍微调淡一点点。那像我刚才说的，以前要带着携带嘛，那又不要坏的话，肯定是要很多盐的，所以是会很咸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不要吃那么的咸，我们现在加的是一点点的砂糖，能够帮助提鲜，然后再加入味精，接着用汤匙将其搅拌均匀。那鸡我们已经提前洗干净了，那一般的话我们是直接将粉抹在鸡的上面，但是我之前呢常常做烤鸡，那我的朋友就告诉了我一个方法，他和我说，如果我们只是将粉抹在鸡的表面的话，那只有鸡的表面是有味道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是在烤鸡的时候，我们将其剪开一个口之后呢，我们就像视频中这样子把它撑开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的皮跟肉之间是可以撑开的。就是我们这个酱料呢，不只是要抹在鸡的表面，我们也要将其里面也要抹一些。
大家有烤鸡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子试的，那只是那些香料不一样而已。但是这样子腌出来的鸡真的是会比较好吃一些，主要是肉也会有味道，因为它把肉也腌下去了。那我们外面磨好之后呢，我们把鸡的里面也磨一下。这个连鸡腿里面呢，我都已经把它给磨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给它倒一点点的油，给它有一层的保护油，然后我们用双手给它搓一搓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其腌制一下，给它静置半个小时，之后我们再来处理。那我们不小心腌了1个小时了，没关系。我们把切好的葱段放在电子锅里，然后再把姜片给放上去，这样子它的底部不会烧焦，而且还多了一个辛香味的香气。那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整只鸡给放进电饭煲里，电子锅里。OK，刚刚好。好了，万事俱备，我们将其放入电子锅里，然后盖上盖子。那我们打开电源，按上这个煮饭模式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来看看。哇，很香哎！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这个很香的味道。我们煮了2次，其实这个要看你的鸡的大小，我觉得还是要煮熟比较重要。那在第一次电子锅跳的时候呢，我就将它再按一次，给它第2次热。时间就是食物的魔术师，等待就是最好的调味料。就这样，一道又香又好吃的盐焗鸡，电子锅盐焗鸡就这样做好了，简单方便，新手小白也能轻松解决，也能轻易上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